过去我们曾介绍梵谷和莫内这两位印象派的代表画家的故事，但你知道什么是印象派？印象派究竟是怎么来的呢？印象派诞生在19世纪末的法国，当时好不容易才度过漫长的政治和社会变革，仍处于动荡不安的法国迎来了工业革命的高峰，促成铁路与蒸汽船的发达，加上科学技术的进步，研制出可以装载颜料的弹性芯管，让艺术家们带着已预先调制好颜色的管状颜料，自由地走到户外作画，进而创造出崭新的绘画风格，打破垄断已久的传统学院派的绘画体系。同时，科学家对色彩的研究也成为支持新技法的理论基础。此外，当时的印刷技术的发达，也让报章杂志大量发行，撰写展览会的评论家变得极具影响力。而在印象派时期，是重要支持者与推手的画商们地位也逐渐提高，在艺术市场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。其中，他们为帮助艺术家销售画作，举办许多展览，向公众推广作品，甚至会提供资金与资源来支持艺术家创作。因此，当时的画商是将印象派推向成功的关键之一。在这样天时地利人和的背景下，印象派画家们可以大胆地尝试更自由、更开放的创作方式，表现他们对于现实世界的光影感知，挑战传统艺术的标准和观念，从而推动艺术的发展和现代化。在印象派出现之前，18世纪末的艺术受到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影响，发展出崇尚古典精神的新古典主义。画风强调理性、秩序、对称和平衡。到了19世纪初，出现了反对新古典主义，着重于情感、想象力和崇敬自然的浪漫主义。这时期的画风已趋向将轮廓模糊，不再精细雕琢细节，使用色彩的对比、强劲笔触和构图的变化来表现撼动人心的主题。随着摄影技术和各领域的科学进展，画家们开始更强调现实生活的客观呈现，不加任何修饰的精确描绘双眼所见的世界。写实主义也就此诞生，绘画笔触也逐渐的更为粗略大胆。在写实主义的基础上衍生而来的巴比松画派，着重田园景观的情感和氛围，表现淳朴且自然的姿态。而到了印象派，绘画主题仍不失写实主义描绘真实与自然的概念，更是将色彩和光线的描绘推向了极致。画作的色调不再是以往的棕色调，而是使用了更多明亮且多彩多姿的色彩，来表现自然中的光影变化和瞬息万变的氛围。在写实主义的影响之下，出现了自然淳朴的巴比松画派，进而发展出印象派，推动艺术风格的转变和发展，开启现代艺术的新纪元。因此，写实主义也被视为现代艺术的开端。而印象派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？其实是源自于莫内的《印象日出》这幅画作的名称。当时莫内与马奈、雷诺瓦、塞尚、窦加在内的艺术家对于官方艺术沙龙展的保守评选制度愤愤不平，因此志同道合地决定自行举办属于他们的私人展览。而莫内即以《印象日出》参展，但新颖的画风迎来艺术评论家的嘲讽，指他的画作品质低劣，只表现了粗浅的印象。甚至更借莫内作品的印象之名，贬低参展的画家们是印象派。但印象派画家们并没有因受辱而退缩，反而正大光明地运用印象派一词作为名号。印象派具代表性的艺术家包含莫内与梵谷在内，还有以下几位哦。过去画家画画的做法是先在户外打好稿后，再回到工作室上色完成画作。而印象派的绘画特色则是直接走到户外，一口气完成作品，以捕捉自然光线的照射下那瞬间最真实的印象之美，推翻传统学院派制式的主题与过于细致的画风。画作主题以描绘日常生活中的风景、街道、人物等，并大胆使用粗笔将颜料厚厚地涂上去，创造出宽松自由的笔触，用明亮的色彩来描绘景物，反映自然光线下最真实的变化和效果。印象派从1874年举办第一次展览开始，共举办了8次，其中第3次展览的水准与阵容是最坚强的一次，甚至特别大力宣传，为展览做足一切准备，也逐渐被艺术评论家认同。但接下来后面几场展览
因为几位艺术家与窦家的理念不同，逐渐分裂和分化。因此，往后3届的展览都是由窦家主导。直到1882年第7次展览，当时欧洲正面临经济萧条，长期资助印象派的画商杜朗·鲁埃面临破产。为了扭转岌岌可危的财务状况，鲁埃将历代印象派画家们重新齐聚一堂，希望能解决破产危机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4年后的1886年是最后一次的印象派展览。艺术家们之间的矛盾依然无解，也对于毕沙罗推荐修拉的点描作品参展一事不认同。种种原因之下，结束了印象派展览。印象派在艺术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。莫内晚期因眼疾导致目光模糊所创作的作品，为抽象表现主义的美国画家杰克逊·波洛克带来了灵感。塞尚将对象单纯几何化的风格，则揭开了立体主义的序幕。印象派的颠覆宣告了现代艺术的到来，更推动了艺术发展的进步与多样化。